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客观公正深度解读时事，我是李幸福。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无论年龄性别，也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，中国人都会称自己是炎黄子孙，为自己的饮食文化骄傲。不管是重庆火锅还是北京烤鸭，都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DNA。一直以来，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会把吃个鸡蛋作为基本的加强营养的方法。但是最近，中国出口欧盟鸡蛋被检测出抗生素超标，这无疑从根本上颠覆了国内的饮食安全的概念。今天的视频，我想深度剖析一下国内的饮食卫生标准，以及这个标准直接影响的所谓的中国制造业大国人工便宜的概念。操！2024年10月24日，中国一批出口到欧洲的鸡蛋制品因检出禁用抗生素恩诺沙星超标，被欧盟紧急召回，波及比利时、克罗地亚、芬兰、法国、德国、爱尔兰、挪威、波兰、西班牙和瑞典10国。这一事件不仅让中国出口企业遭受重创，更让国际市场再次质疑中国食品的安全性。这批鸡蛋本被寄予厚望，旨在为中国食品出口打开新市场。然而，在一次例行检查中，检验人员发现了这批产品中含有超标的恩诺沙星。作为一种在禽类养殖中常用的抗生素，恩诺沙星主要用于治疗家禽的细菌感染。然而因其潜在的健康威胁，特别是可能引发耐药性问题，已在多个国家被禁止使用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食品安全丑闻频频爆出，先是中秋节月饼在出口韩国时因防腐剂超标被退回，后有卫龙辣条因被检测出日本禁用的食品添加剂 TBHQ 特丁基对苯二酚超43公斤的卫龙亲嘴烧产品在日本被召回。其实早在2020年，中国官媒瞭望周刊就曾深入调查长江流域的抗生素污染问题。结果显示，长三角地区80%的儿童尿液样本中检出了受用抗生素成分。中国养殖业一直普遍存在抗生素滥用现象。追溯源头，这一问题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。当时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，为了提高养殖效率，许多养殖户开始大量使用抗生素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，例如当蛋鸡染病时，为迅速治愈疾病，不按照规定剂量使用抗生素，致使鸡蛋中恩诺沙星残留超标。此外，养殖户不遵守休药期规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休药期是指动物从停止给药到许可屠宰或其产品牛奶、鸡蛋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恩诺沙星是一种喹诺酮类抗生素，主要用于动物疾病的治疗。当人体摄入过量恩诺沙星残留的动物源性食品时，可能会产生以下危害：肠胃反应、中枢神经反应，影响软骨发育、过敏，增大耐药性风险。其中对儿童而言，最可怕的就是增大耐药性风险。所谓耐药性，是指微生物如细菌、病毒、真菌等对药物的抵抗能力。在抗生素的范畴中，细菌耐药性是最受关注的。当细菌长期接触抗生素，发生基因突变，产生耐药性后，成为新的超级病菌。原本能够有效杀死或抑制它们生长的抗生素就失去了作用。以恩诺沙星为例，细菌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抵抗恩诺沙星的杀菌或抑菌作用。当人们特别是儿童感染上这些超级病菌后，面临的困境就是无药可治。国内很多民众反映说到吃鸡蛋导致会有肠胃反应，现在想起来是否是恩诺沙星的缘故不得而知，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。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自己历史悠久，有丰富的美食传统，吃的东西价格便宜。现在看来，价格便宜是因为牺牲了安全卫生标准。吃着不安全却便宜的食物的牛马们，牺牲着自己的健康，拿着廉价的薪水，才让中国政府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大国。近年来，随着香港经济的急速恶化，
很多香港民众为了买到便宜的蔬菜，竟然放弃了安全可靠的本港菜市场，而坐车去国内买菜，真是令人唏嘘。食品安全不是小事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它是比天还大的事情。现在国内每个城市街边药店越来越多，医院的人越来越多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，不安全的食品在不断流通，回旋镖早晚会伤及到每一个人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夫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